哦，张局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是不来，你是不是还打算赖在这小小的发射中心不走了？赶紧跟我回航天局，航天局总工的职位还给你留着呢。星河荣耀是我妻子一手创立的，而且北辰1号项目还有不到10天就要发射了，这节骨眼上我走不了。真羡慕林念有你这么好的老公，也不知道他哪里好，值得你这么为他付出。算了，再给你最后10天，等项目完成了，你必须回来。这些年没有你啊，我连主心骨都没了。好，等北辰1号发射成功，我立刻会走去。喂，老婆。沈墨，你先停下手里的工作，过会儿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好，那我等你。啊，对了，老婆，我刚买了你最爱吃的生煎包，还热乎着呢。现在公布好了，有人篡改了北辰1号的发射数据。你说什么？周总工啊，听说沈墨做这个发射数据做了5年了，你就这么帮他改了？他不会生气吧？什么？他算个屁啊！现在我才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。再说了，林总已经把所有权限都交给了我，我就算是把这些数据全删了，他什么敢说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这不是推荐系统代码，这是游戏代码，谁让你们乱来的？哪里来的狗东西，竟然敢管我的事儿？游戏代码怎么了？改一改不就能用了？我警告你，马上删了这些错误代码，不然后果你们承担不起。还敢吓唬我啊！现在我是北辰1号的总负责人，至于你，人快点待着去。你说什么？你是北辰1号项目的负责人？什么？你还不知道吧？周总工可是林总花高价聘请回来的海归专家，林总已经同意让他代替你接手北辰1号项目。不可能！你也怎么可能把这么重要的项目交给别人？怎么就不可能？别说是项目，就算是整个星河荣耀，我老婆也会毫不犹豫的给我。识相点儿，就乖乖的给我滚出去，不要在这里耽误老子工作。你老婆 Of course， 什么？你难道不知道吗？林念是我老婆。你说林念是你老婆，我怎么不知道林念除了我之外，还有另一个老公啊？什么另一个老公啊？沈墨，你脑子坏了吧？行了，赶紧滚出去，别耽误周总工改数据。北辰1号是国家级的发射项目，我绝不允许你们这么乱来。等会儿林念来了，我要他给我一个说法。你他妈算什么东西？还让我老婆给你说法？你这个戒指是哪儿来的？这个我老婆送的呀，这可是定制的全球限量款，你这个穷酸货应该没见过吧？哎，老婆，你怎么换戒指了？
哦，我看这枚戒指好看，所以就买。我不管这戒指谁送你的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这次发射任务事关重要。如果因为你用游戏代码替换了发射数据，导致发射失败，这个责任你承担得起吗？你少在这里危言耸听，我看你啊，就是嫉妒我总负责人的位置。Anything， 就算是出了事儿，我老婆会替我摆平。你行了，赶紧把这2个人给我赶出去，别再让这个像疯狗一样耽误我工作。赶紧滚出去，别耽误周总工改数据。走。你们干什么？告诉你们，我才是这次发射任务的总负责人。切，以前是，现在不是了。赶紧走！放开我！住手！妮妮姐，你可算来了！你要再不来，我就被沈墨给扔出去了。沈墨，谁给你的胆子动我的人？他用最垃圾的代码恶意替换发射数据，把整个项目当儿戏。我阻止他，难道我有错吗？子谦是我从国外高薪挖回的顶尖人才，他修改发射数据，只能说明你原本的数据不行。子谦这是在帮你，你要是现在不立刻跟子谦道歉，就给我滚出星河荣耀！你让我滚？你知不知道，如果不是我，北辰1号项目根本轮不到星河荣耀。沈墨，你真的要去星河荣耀任职吗？张局，你知道的，星河荣耀的总裁林念是我的妻子，作为丈夫，我应该去帮她。唉，我要是有你这么贴心的老公就好了。那这样吧，以星河荣耀的资历，是没资格参与北辰1号这种重点项目的。既然现在有你坐镇了，这个项目你就一并带过去吧，就当是我送你的礼物。谢谢张局。记住啊，我等你回来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北辰1号是航天局张局批给我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好，你说跟我没有关系，你不会连项目书都没看过吧？项目书上有一个特殊条款，上面明确规定，这个项目必须由我沈墨负责，不然的话，项目取消。沈墨，你能不能别往自己脸上贴金啊？还没你就项目取消？我问你是谁？既然沈墨哥质疑我的专业能力，那我离开好了。毕竟沈墨哥是前辈，万一他在外面乱嚼舌根，我以后还怎么混？沈墨，我现在以总裁的身份命令你，立刻跟子谦道歉，否则我不止让你滚出星河荣耀，而且封杀你，让你在行业没法立足。封杀我？林念，你这么偏袒你的情妇，你就不怕他真的把这个项目彻底搞砸吗？什么情妇？沈墨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难道不是吗？那他手上的戒指，你怎么解释？子谦，他可是难得的顶尖人才，他喜欢这枚戒指，我买一枚送给他有什么问题吗？倒是你仗着跟我的关系欺负子谦这个专家，我要是再放你，你是不是可以连我都不放在眼里了？什么人啊！自己搞了5年没搞出成果，现在看到周总工有真才实学，就嫉妒人家，还真是倚老卖老。他就是见不得别人比他厉害。要我说呀，这种人就该趁早滚出星河荣耀。林念，你也是这么想我的吗？不然呢？
论能力和气度，你哪一点比得上子清？看在你跟着我这么些年的份上，我也不会太绝情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担任子谦的生活助理，照顾他的起居。往后你的一切安排都听子谦。沈助理，麻烦现在去帮我倒一杯 coffee， 记住要3分糖。聋了吗？还不快去！林念，咱们离婚吧。什么情况？刚才周总工不是说林总是他老婆，怎么成沈墨的老婆了？就因为这点小事，你就要跟我离婚？承认自己能力不足就有这么难吗？还敢拿离婚威胁我？好，签字，签了字就赶紧滚！原来你早就准备好了。是又如何？林念，明明是你出轨在先，为什么净身出户的人是我？你别忘了，当初结婚的时候，我们说过，谁先提离婚，谁就净身出户。原来我这么多年做了这么多努力，在你眼里什么都不是。冷静期结束之后，民众级别迟到。还有，这次航天发射项目，我退出。哎，等一下，念念姐，可不能让沈墨哥这么退出啊！北辰1号是国家级项目，万一沈墨哥退出之后泄露了核心数据，这责任谁担得起啊？你说什么？我会泄露机密？子谦说的没错，根据保密条例，你确实没资格退出。这样吧，在发射任务完成之前，你就当子谦的助理，就当是抵了你这几年在星河荣耀蹭的饭钱。沈助理，请多指教。哦，对了，忙着写代码都忘了吃早餐了，就劳烦沈助理去食堂取一下。还不赶紧去！沈墨，你别忘了你现在什么身份。林念，你们一定会后悔的。你们就等着被航天局取消合作资格吧。还真是自以为是，这些年我还真是太惯着他了。念念姐，你别生气了，不还有我吗？接下来还要辛苦你收拾沈墨留下的烂摊子。对了，子谦，这个项目对我来说非常重要，你可千万不能出差错。放心吧，念念姐，我好歹也是海外回来的专家，这种项目对于我来说 too simple。我马上就会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宣布你成为北辰1号新的负责人。至于沈墨，等发射任务完成，就让他滚出星河荣耀。沈墨啊，北辰1号那个项目能不能再提前呀？总局这边有新的任务，这一次啊是真的需要你。不用提前了，张局，我已经退出了北辰1号项目，随时可以回去。什么？退出项目了？怎么回事？林念找了一位国外回来的专家，删掉了我花5年做的发射数据，还罢免了我负责人的位置。张局，再给我2天时间，很快我就能回航天局了。他怎么敢的？没有你，他们连北辰1号这个项目书都看不懂，居然敢找人顶替你！你等着，我现在就过来接你。这个理念，放着这么好的老公都不珍惜，简直作死！欢迎大家来参加星河荣耀北辰1号项目发布会，我是这次项目的负责人，在这里，我向社会各界人士保证，北辰1号的发射必将圆满成功。我记得北辰1号项目的总负责人不是沈墨，怎么换人了？林总，
发射日期已经不到10天了，此时更换负责人是否太过草率？对此，您是否需要解释一下？你们要的文件。站住，沈墨！我让你走了。你们还想干什么？各位，实不相瞒，这位就是原定的项目负责人沈墨。他被革职的原因是，他作为项目负责人，竟以权谋私，泄露核心数据。试问，这样的人还适不适合继续担任负责人？竟然把核心数据泄露出去，这种人真是不得好死！我看就该直接枪毙他。周子谦，你胡说八道！我有没有胡说八道？问问林总就知道。周总工说的没错，沈墨以权谋私，泄露机密，违反保密协议。这份文件就是证据。另外，针对此事，星河荣耀一定会追究到底。来人！余念，扪心自问，这么多年没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，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沈墨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念念姐这样做就是为了毁掉你啊！可惜呀，你下半辈子就只能在牢里度过了。带走！放开我！住手！住手！沈墨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伤到哪儿？张局，你怎么关心这个废物？他泄露北辰1号项目的机密，我正打算送进去。是吗？你说他泄露机密？没错，张局，他监守自盗，以权谋私，不过已经被林总给革职了。像他这种人，就是航天业的败类。张局，你是不是因为我临时换了负责人，所以才这么生气？对不起，我也没想到我会养出沈墨这个废物，花了5年时间都搞不定一个项目。是啊，张局，沈墨编写的那些数据都是垃圾，要是单靠他那些数据，发射任务根本没有办法完成。所以你们就把那些数据删了，是吗？好，很好。哎呀，张局，你干嘛发那么大火？子谦，他是推动系统方面的专家。哎，你放心，我们是不会影响到发射任务的。对，张局，我保证，我编写的那些数据一定能让北辰1号提前升空。不必了，从现在开始，北辰1号项目跟你们星河荣耀彻底没关系了。什么？我宣布，从现在开始，航天局将解除星河荣耀的一切合作，并收回北辰1号项目。不是，张局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呀？星河荣耀做这个项目已经做了5年了，怎么能说取消就取消呢？是啊，张局，你总得给我们一个原因啊！原因我已经给过你们了，林念，我之前就提示过你，北辰1号项目必须由我沈墨负责，不然的话项目取消。你这么迫不及待的召开新闻发布会，想把我踢出局，没想过会是这个结果吧？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张局，你肯定不是因为沈墨退出项目才取消跟我们星河荣耀合作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我说就是呢？什么？林念，没有人告诉过你，当初要不是沈，你们星河荣耀连拿到这个项目的资格都没有。沈墨为了这个项目倾注了5年的心血，可你呢？你是怎么对待他的？聂姐，张局为了沈墨来取消项目，他这么偏袒沈墨，他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？周子谦，你找死！是啊，堂堂航天局的局长，居然会为了一个泄密的沈墨
取消这么大的项目，究竟是什么样的特殊关系才会这样袒护？我记得前几年我有一个同事拍到他们俩曾一起出去吃饭，该不会他们有一腿吧？好啊，沈墨，你既然背着念念姐在外面跟其他女人不清不楚，你这样对得起她吗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难怪你宁可净身出户也要跟我离婚，原来你早就出轨了。沈墨，没想到你竟是这种人！我今天总算是见识到林总污蔑他人的好本事了。说我偏袒沈墨，和沈墨不清不楚。好，那就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这上面的第37条写的是什么？北辰1号项目书。林念，你但凡好好看看项目书，你都不会说出刚才那些蠢话。念念姐，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呀？项目唯一负责人只能是沈墨，否则星河荣耀将赔偿巨额违约金。这怎么可能？没什么不可能的。早在5年前，这个项目书上就已经规定，这个项目负责人只能是沈墨。哦，对了，你不妨再往下看看，看看你们要赔付多少违约金。10个亿！10亿！念姐，你没事吧？没想到张局为了沈墨，早就在计划书里面做了手脚，看来他们的关系真的不一般啊。朱子倩，你还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呀！张局，您能解释一下吗？为什么项目书上会有这样的条款？难道说你和沈墨之间真的存在不正当关系？一个发射项目，因为更换负责人就得赔付这么高违约金，这在航天业里是史无前例的。张局，希望你给公众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没什么好解释的，我之前在航天局工作过，我和张局不过是普通的朋友和同事关系。同事关系？你当我们都是傻子吗？要真是普通的同事，他会这么偏袒你？就是啊，沈墨，没想到你私底下这么污惨。你信不信？今天这场发布会一公布，你照样身败名裂。算了，还想把脏水泼到我和沈墨身上是吧？我看你们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啊！张总，资料都准备好了。你们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偏袒沈墨吗？那就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。沈墨，原航天局总工程师，航天局的特聘专家，从天宫4号项目到北辰1号项目，所有的核心技术都出自他手，国内航天领域的顶尖人才。沈墨排第2，没人敢排第1。试问这样的人，我为什么不能偏袒他？怎么可能？他明明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师，怎么会是航天局的特聘专家？普通工程师？林念，他要只是个普通工程师，你觉得北辰1号还轮得到你星河荣耀吗？没想到沈墨居然是航天局的总工程师。当年天宫系列项目轰动全球，居然也是沈墨的手笔，难怪张局如此看重他。沈总工，请问您身为航天局总工，为什么带着北辰1号项目前往星河荣耀这个小小的发射基地呢？因为林念是我的前妻，当初星河荣耀刚接触航天科技，我想帮他一把。什么？沈总和林念居然还有这层关系？沈墨，你够了，还帮念念姐。就算你是航天局的总工又怎么样？一个项目你做了5年都完成不了，不照样还是废物吗？
没错，你口口声声说在帮我，但北辰1号的项目根本就没有任何进展，到头来还得让子倩来替你擦屁股。没有进展，你真的以为他那堆破游戏代码能够替换我的发射数据？子谦是我从海外高薪聘请回来的顶尖人才，他完全有能力代替你完成发射任务。这项目书就是霸王条，我不服！那你们想怎么样？张局、沈墨，你们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赌什么？我决定，星河荣耀将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直播进行发射任务，我就赌没了沈墨，子谦能不能完成北辰1号项目？你说什么？你要在发布会上直播发射任务？没错。林念，你疯了！这个发射任务我原定计划10天之后，现在我的数据都被周子谦删了，就凭他那堆破游戏代码，根本不可能发射成功。什么？你会不会太自以为是了？你写的那堆代码就是垃圾，我花1上午就改完了。你就说你敢不敢赌啊？你要赌什么？我们就赌北辰1号如果成功升空的话，航天局就得免除我们所有的违约金，同时航天局接下来的项目都必须跟我们星河荣耀合作。哦，对了 ，last one 就是你从今以后要退出这个行。那要是你们输了呢？我们不可能输。子谦他可是推进系统研发方面的专家，国外一堆的科技公司要他，我相信他们。倒是你，一个航天局的总工，连做一个发射任务都要花费5年，真怀疑你是不是靠关系上位？真怀疑你是不是靠关系上位？林念，既然你这么有信心，我跟你们赌，但要提前说好，一旦发射失败，你们不单要赔偿违约金，还要承担火箭发射失败的所有损失。子谦，没问题吧？放心吧你，我在国外参加这种发射任务不下10次了，一定会成功。那就开始吧。沈墨，我要让你知道，我让子谦代替你当负责人是多么正确的决定。给我切星河荣耀发射控制室。周总工，火箭发射筹备工作已完成，随时可以发射。各位，北辰1号发射任务即将开始，相信大家也听到了我们和航天局的对赌，也请在座的各位给我们做个见证，免得某些人到时候输了耍赖呀。周总工，北辰1号是国家级重点项目，您真的有信心发射成功吗？当然有，我在国外参加这种发射任务不下10次，从来没有一次失败。周总工，原定的发射时间在10天后，但您提前发射会不会太草率了？提前发射日期是因为我对这个项目有绝对的自信，大家等着看就是了。周子谦，希望待会儿发射失败，你还能像现在这样意气风发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了，我宣布北辰1号发射项目正式开始，各单位注意，准备点火。准备点火！点火！沈墨，看到了吗？没有你，火箭照样能升空。汇报各项参数数据。控制系统参数正常，1级发动机工作正常，光学雷达监测正常。沈墨，事实证明，废物就是废物。你写的那些数据都是垃圾，你花了5年写的代码，还不如我1上。
张局，看来你们航天局这位总工就是虚有其表，没有他，我们照样能完成北辰1号项目。急什么？这不还没结束吗？什么？废物就是废物，还什么特聘专家？你连狗屁都不是！不好，控制检测出现异常，火箭马上偏离轨道。怎么回事？推进系统也瘫痪了。不可能！赶紧检查各项参数，紧急修复啊！周总工，来不及了，火箭又坠毁了。什么情况？火箭居然坠毁了！周总工，您刚才不是说您对这次的项目发射相当有信心吗？怎么会失败呢？火箭发射失败，意味着星河荣耀要承担所有损失。请问目前星河荣耀有承担责任的能力吗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是我的问题。是什么？什么？肯定是你在我的代码里动手脚，对不对？周子谦，你泼脏水的能力还真是不一般。明明是你用游戏代码替换了我的发射数据，现在有脸说是我做了手脚？周子谦，你刚才信誓旦旦跟我保证会成功，你给我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会失败？宁宁姐，我的代码明明没有问题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我来告诉你为什么。这次北辰1号使用的是最新一代的推进器，需要重新编写发射数据，而你那些垃圾代码，国内早在10年前就不用。最新的推进器，这怎么可能？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要花5年的时间编写数据？行了，赌注胜负已分。给念，别忘了刚才我们的约定，星河荣耀将承担本次任务所有的损失，同时赔付10个亿的违约金。周子谦，我爱你！你差点把我害死，你知不知道？宁宁姐，我……给念，你打算什么时候支付这10亿违约金？10个亿？我哪里能拿得出10个亿？沈墨，看在我们多年情分上，你帮我跟张局求求情好不好？让他不要让我赔钱，现在就你能帮我了。情分？你纵容周子谦欺辱我的时候，可想过我们之间会有情分？我可给你机会了，是你自己不珍惜。可你明明说过，北辰1号的项目是你的心血，我同意你回来继续当负责人，我们一起把项目做好，行不行？你也知道北辰1号是我的心血，就因为你们2个的愚蠢，导致我辛苦上千个日夜编写的数据，就这么被删除了。那个时候，你怎会有今天吗？沈墨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们复婚好不好？你别碰我，我先走。宁宁姐，不用求他，我们还有办法。那笔违约金根本不需要我们赔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哥刚才给我发消息了，说只要把北辰1号的项目外包给他们公司，他替我们赔付违约金。真的？周子谦，你脑子是不是坏了？北辰1号的项目已经失败了。失败了又怎么了？失败了又不代表绝对要终止。星河荣耀跟航天局的合作期是10年，这才过去5年，也就是说，你根本没有权利收回项目。子谦，这么说，我们还有机会翻身？宁宁姐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哥曾经可是科研院的顶尖人才，他的老师科研院泰斗沈老，有他帮忙，星河荣耀绝对可以起死回生。你是说，你哥的老师是沈老？沈墨，
不要仗着你在航天局就了不起，等我搭上沈老这条线，我让你这辈子都翻不了身。英姐，我们走。沈墨，你看到了吗？子谦虽然能力不如你，但他的人脉远比你想象的更强大。我林念需要的从来不是你这种只会默默付出的废，而是像子谦这样能够让我依靠的人。走。林总，透露一下，接下来星河荣耀有什么打算？都滚开！林念，我真想看看，当你知道你费尽心思要去讨好的那位神了，其实是我亲爷爷的时候，你会是什么样的表情？你说你也是啊，他都这么大年纪了，你还给他买酒？这沈爷爷他就好这一口，平时少喝点不就行了？我帮你拿。沈墨，沈墨，你们怎么在这里？我回我自己家，你也要管？你说这是你家？不然呢？我知道了，你明明知道我们要来拜访沈老，所以想抢先一步，你真卑鄙。沈墨，我不管你是怎么想的，沈老手里的2个项目对我们星河荣耀非常重要。你现在滚，我今天可以当做没看见你。原来你们是为了那2个项目来的，那你们可以回去了。沈老手里的2个项目，还轮不到我。哼，你少吓唬我们！子谦的大哥已经替我们摆平了一切，这2个项目已经被我们内定了。没错，据我所知，这2个项目跟你们航天局根本就不对口，你们啊就不要瞎白费功夫。再说了，拎这点东西上门，你也不嫌寒碜。你干什么？就这瓶酒啊，拎这点破东西就想见沈老，我看你们脑子是不是坏了？这酒给狗，狗都不喝。周子谦，你找死！什么？子谦，他们敢打我！周子谦，你知道你摔坏的是什么东西吗？这是国礼特供酒，价值1000万。你说什么？1000万？你说什么？1000万？呵呵，这酒怎么可能值这么多钱？张局，你想帮沈墨，也不能这么睁眼说瞎话。我睁眼说瞎话？我告诉你，这是沈爷爷最爱喝的酒。要是让他老人家知道了你们摔坏的这瓶酒，别说是项目，不把你们丢出去都算好的了。不就是一瓶酒吗？大不了我连同违约金一起赔给你们就是了。我连10亿的违约金都赔得起，我还砸不起一瓶酒啊！宁姐，咱们走，沈老还在里面等我们呢。站住！我让你们进去吗？沈墨，你他妈还想干什么？我们见沈老还要你允许吗？我说了，他不会见你。你说他不见他就不见，沈墨，你能不能别这么自以为是？你觉得就凭周子谦这点人脉，就能拿下沈老手里的项目？没有了我，你觉得你们还配接到这种国家级的项目吗？你能不能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？子谦的人脉不是你所能想象的，没了你，星河荣耀人可更……你们在干什么？这酒怎么摔碎了？这么好的酒啊！你们谁干的？你们谁干的？啊，请问您就是沈老爷吧？啊，对不起，
是我们不小心把酒打碎的。这个是老爷最爱喝的酒啊，一杯难求。你们可把整整一瓶都摔碎了。老爷，您不是沈老？他是沈家的管家。周子谦，你们费尽心思的想见沈老，却连沈老长什么样都不知道。沈先生，您回来了。前阵子比较忙，一直没时间回来看老爷子，今天刚好有空。沈家的管家怎么会对沈墨这种态度？这位管家，我们是专门来拜访沈老的。我哥叫周耀成，是沈老的学生。啊，老爷跟我说了，叫我出来去迎接你们的。沈墨，你不是说沈老不愿意见我吗？看到了吧，连管家都亲自出来迎接我，这下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没错，沈墨，你他妈算什么东西，也敢阻止我们见沈老？侯管家，把他们赶走，我不想老爷子和这种人接触。沈墨，你是疯了吗？这是沈家的管家，他凭什么听你的？你还真把自己当什么东西了？别吵了，沈先生既然都发话了，请你们离开吧。侯管家，你不是说你是出来迎接我们的吗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沈先生都说了，不喜欢跟你们打交道，你们赶紧走吧。沈先生，我们先进去吧。走。子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沈老一定会见我们的吗？怎么沈墨一句话，侯管家态度一下就变了？这我哪知道啊？难道是因为张子楠？没错，肯定是因为他。沈老毕竟是科研院的，跟航天局关系很近，这沈墨一定是张子楠引荐给沈老的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我们连沈老的面都没见到，那2个项目更不可能轮到星河荣耀。宁宁姐，你别急，这2个重点项目，航天局根本就吃不下。我听我哥说，3天后有一个项目会，沈老也会去，到时候我让我哥亲自求沈老。走吧。到了。沈墨，要不要去我家喝口水？这么晚了不太方便吧？有什么不方便的？难不成你还怕我吃了你不成？我，郑雪，北辰1号的基础数据正在被人远程下载，我需要马上处理一下。你先回去吧。满脑子只有空，是不是个男人？好你个周子谦，居然敢偷我辛苦做了5年的数据，真是该死！今天的项目会，你看好哪2家公司呢？银河科技在科研项目的竞争力还不错，但是他们的老板是周子谦的哥哥。除此之外，就只剩下我师妹的星玄科技。他们在技术层面和资金方面都很充足。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个师妹？哎，你想什么呢？人家已经结婚了。沈墨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都能来，我们怎么不能来？沈墨，你不会又想来破坏我们和科研院的合作？我不过就是开除了你的职位，跟你离婚，你犯得着像块皮膏药一样粘住？我破坏合作，试问你们现在还有和科研院合作的机会吗？林念，你是不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？宁宁姐，别理他。我哥说了，这次项目会的2个项目，星河荣耀和银河国际1加1个，我星河荣耀势在必得。沈墨，你听到了吗？就算你背后有航天局撑腰，我也不怕。没了你，星河荣耀会走更远。
星河荣耀，我说他俩这么眼熟呢，原来他们就是前2天新闻发布会里的那俩人。这都还有脸来参加项目会？好好的北辰1号项目都能玩砸，真是一手好牌打得稀烂。林念，我直接告诉你结果，这一次科研院的2个项目根本不可能轮到你的星河荣耀，不想自取其辱的话，赶紧带着他一起给我滚出去！什么？你说轮不到就轮不到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这2个项目的负责人呢。没错，我还真就是这2个项目的负责人。实不相瞒，就在3天前，沈老已经把这2个项目交给我，不信您自己。不可能，这上面怎么会有科研院的盖章？沈墨，到底跟沈老说些什么？云姐，我看看。林念，实话告诉你，沈墨是多领域的尖端人才，这种国家级的重点项目，只有沈墨。很快你就和沈墨离婚，是你最大的损失。不对，这份文件是假的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据我所知，科研院的这2个项目不属于航天领域，跟你们航天局没有任何关系，所以这份文件就是你沈墨故意伪造，想让我们知难而退。周子谦，你可真敢说啊！伪造科研院的文件，那可是重罪。你认为我有那个胆子？你当然，你就是嫉妒我抢了你负责人的位置，嫉妒我比你有人脉、有能力。你就是为了故意报复我，所以无所不用其极。大家快来看呐！这个人为了破坏我们星河荣耀和科研院的合作，故意伪造了这样一份文件，这简直就是对科研院的挑衅。我听说啊，沈墨是航天局的人，但这一次科研院的2个项目，貌似都和航天局没有关系啊。该不会真是伪造的吧？我能证明这份文件是真的。我能证明这份文件是真的。这不是星玄科技的陈总吗？他居然也来了。星玄科技可是国内科研公司排行的前3，他的话肯定不会有假。陈总您好，我是星河荣耀的总裁林燕。您刚才说这份文件是真的，是有什么依据吗？还需要什么依据吗？沈墨是我的亲北的师哥，如果他都没有资格负责这2个项目，那试问谁有资格？陈总怕是对他有什么误解吧？他不过就是一个小小工程师，根本就没什么能力。是吗？我听说林总觉得我师哥没用，把他从星河荣耀开除了。说起来，我还得感谢你。什么？师哥，既然星河荣耀不要，来我们星玄科技当顾问吧，我给你开5000万的年薪，外加10%的公司股份，怎么样？星玄科技10%的股份，按照现在的股价，价值可是超过10个亿了。程总就别跟我抢人了，沈墨是我航天局的总工，可没空去你的公司当股本。再说了，我给他的资源可不比你星玄科技差。没想到这个沈墨居然这么抢手，航天局和星玄科技都抢着要他。沈墨可是当年天宫系列的总负责人，真正的顶尖人才。只可惜星河荣耀不识货，居然把他给开除了。我要是这个林念，这会儿肠子都悔青了。花这么多钱请一个废物，不知道这个程总到底是怎么想的。师哥，没想到过去这么多年，你还是那么抢手。可惜张局不愿意放人，也不知咱们俩什么时候才能有机会合作。现在就有机会，刚好我手上有2个项目，你选一个。
我以个人名义加入。真的？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你还真把自己当成这2个项目的负责人了？你有什么权利决定这2个项目的归属？就是陈总，你可别被他给骗了，他就是虚有其表。要我说，他连做航天局的总工都不配。陈总，不好了，咱们的卫星数据出现异常，卫星已经偏离轨道了，公司的技术人员都束手无策。怎么会突然出现异常？这不是星玄科技上个月上天的那颗卫星吗？怎么偏离轨道这么多？师哥，我检测不出来是哪里出现了异常。你是卫星数据方面的专家，您帮帮我。陈总，你求这个废物干什么？他怎么可能懂卫星的数据？如果你愿意求我，我愿意帮你把数据修复。就你一个连北辰1号项目都能搞砸的人，有脸说这种话？滚开，别妨碍我师哥。陈总，北辰1号就是个意外，子谦能力还是很强的。不是他能力强，而是你眼瞎。我再说一遍，滚远一点。听说星玄科技的这颗卫星造价超20亿，只要度过了试用周期，就能进入太空基站。要是现在夭折了，这得损失多少钱啊？这种卫星数据相当复杂，想靠一个人力挽狂澜，除非是科研院那位特聘顾问，沈老的亲孙子。师哥，怎么样了？还要一点时间。周子谦，你干什么？沈墨，你不会就不会，不要这是找借口。我告诉你，火箭发射数据和卫星数据完全就是2个概念，没有这个金刚钻，就不要来刺激我。没错，你要是导致卫星数据崩溃，你知道这会给陈总带来多大的损失吗？多大的损失跟你们2个有什么关系？我只是不想让陈总被你给骗了。陈总，让我来办，我保证3分钟之内能让这颗卫星回到预定轨道。你拿什么保证？还有，万一卫星数据崩溃，你负得起这个责吗？当然可以，如果我没有办到，我愿意负全部责任。没错，我以星河荣耀总裁的身份替子谦担保，如果出了问题，星河荣耀将承担全部损失。李念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这颗卫星的基础数据是由上百个工作人员花费几年时间做成的，你凭什么认为他周子谦能够修复这个数据？就凭这个，够吗？沈墨，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这个是从你的北辰1号里面提取出来的基础数据。说起来，我还得感谢你呢。你认为就凭它就能修复卫星数据？当然，这里面的数据，我哥可是替我改良过的。周子谦，我警告你，这颗卫星是我们星玄科技这几年来的心血，如果你搞砸了，我也让你哥这个公司来赔。程总放心，我保证可以帮你修复数据，但是你得答应我，在我帮你解决麻烦之后，你们星玄科技必须跟我哥的银河国际合作。那等你先办到再说。好，把大屏幕给我打开，我让大家看看我们星河荣耀最新一代的数据代码。沈墨，你也瞪大你的眼睛，好好看看，没有你的星河荣耀，技术层面到底有多强？周子谦，我倒想好好看看，待会儿你还能不能笑得出来？不要，子谦，这是什么恶魔事？就是因为在他的床上，所以才刺激。哇塞，这也太劲爆了吧！我就说周子谦和林念的关系不一般吧，原来他们早就搞在一起了。别看，周子谦，你在干什么？赶紧关了！周子谦，
这就是你所说的星河荣耀的新一代数据代码。这技术层面呀，确实很厉害。沈墨，一定是你搞的鬼，对不对？没错，这视频肯定就是沈墨合成的，故意诋毁我们。诋毁你们？这 U 盘是周子谦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甚至以为啊，他是不是故意把这个视频放给我们看的呢？够了，周子谦，我现在没心情看你跟这个女人滚呢，赶紧让开。沈总，这还只是个意外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还有我哥公司的卫星数据，一定可以帮到你。没错，沈总，你不相信星河荣耀，总得相信子谦哥的公司吧？搞定了，陈总，我已经做了数据替换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卫星数据马上就能恢复正常。你确定？你放心，这次我用的是银河国际现有的数据，一定不会有问题。程总，刚接到通知，我们的卫星恢复了控制，正在返回预定轨道。这个周子谦还真的有点东西啊，居然真的把数据修复了。他哥好歹是银河国际的总裁，看来还是有两把刷子的。沈墨，看到了吧？你办不成的事，子谦轻松就能解决，你还敢说子谦能力不如你？用别人的数据做替换，这也叫自己的能力？林念，你哪来的脸说这个话？乞丐！周子谦，你的数据根本就不对，赶紧换回来！你凭什么说老子的数据不对？我问你，你刚刚替换的数据是不是通信卫星的？是又怎么样？你知不知道，这颗卫星的基本参数足足有上百万个单位，你用通信卫星的数据做替换，这会导致卫星的其他功能全部瘫痪。告诉你，你摊大事了！哇，你吼什么吼？还我摊上大事了？你是眼瞎了还是耳聋了？没听到人家说卫星的数据已经恢复了吗？子谦，别跟这种人废话，我看啊，他就是嫉妒你抢了他的风头，他办不到的事情你办到了，他心里不舒服，才会这么哗众取宠。哗众取宠，好，很好。林念，你别怪我没提醒过你们，这个数据你再不替换，过了一会儿，就算掏空你们星河荣耀的所有家底，都不够你们赔的。你吓唬谁呢？你以为子谦跟你一样是个连发射数据都要做5年的废物？我相信子谦你。陈总，不好了！卫星虽然回到了轨道，但卫星的多项系统已经瘫痪。目前海内外和我们合作的多家公司都要求和我们解约。你说什么？不可能！怎么会这样？不可能！怎么会这样？周子谦，这就是你干的好事。程总，这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！我听完的数据明明没什么问题，还敢说没有问题？要不是你非要出风头，我师哥早就已经把数据恢复好了。来人！陈总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把他们2个给我丢出去！还有，给我起诉星河荣耀，不要告他们恶意篡改我公司的卫星数据。陈总，不是你让我给你帮忙的吗？但是你也说了，有任何问题，所有损失都由星河荣耀来承担。子谦，你刚才不是说了你有绝对把握成功吗？你赶紧想办法呀！念姐，我带走。住手！哥，你快帮帮我！哥，你打我干什么？谁让你乱来的？你知不知道新轩科技这个卫星值多少钱？你还嫌给我惹的麻烦不够多吗？哥，我就想着帮你跟新轩科技建立合作嘛。我需要你帮我，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程总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弟惹的麻烦，我来替他解决。
这几位是我们公司最顶尖的工程师。接下来，你们公司的卫星数据将由我们这几位工程师来帮你们恢复。你就是沈墨吧？星玄科技的这颗卫星没你想的这么简单，别帮倒忙，让开！你是说你能解决？不然呢？难道要靠你这个5年都没有完成北辰1号项目的人？滚开！现在恢复卫星数据，然后把所有数据汇总过来给我。宁姐，你别担心，有我哥在，卫星数据肯定很快就能恢复。程雪绝对不敢拿我们怎么样。真没想到，连周耀晨这样的专家都需要6个助手。要是沈老那位亲孙子在，估计就没这么多事儿了。毕竟他可是科研院特聘的技术顾问。周总，数据混乱了，我这边也显示数据崩溃。怎么会这样？周耀晨，你们到底能不能行？程总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也没想到这个数据会这么复杂。我现在就给我们老师打电话。以现在这个局面，恐怕只有我们老师的孙子在才能解决了。哎呀，连一个卫星的数据都修复不好，银河国际也不过如此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沈墨，你狂什么狂？说的好像你可以恢复数据一样。如果我说我可以呢？你可以，我哥曾经可是科研院的高级工程师，连他都办不到的事儿，你说你能办到？沈墨，卫星的数据没你想的那么简单，你能不能别总想着出风头啊？明明爱出风头的人是你们，如果不是周子谦一直在捣乱，这个数据我早就修复好了。真不知道天高地厚。好，我现在给你这个机会，我也想看看你怎么恢复这个数据。师哥，对不起，我刚才就应该拦着他们让你出手的，不然也不至于现在这个样子。没关系，还来得及。哼，沈墨，我还以为你有什么真本事呢，合着就是植入代码呀？你脑子里面那些代码能把这些数据算明白吗？沈墨，别白费功夫了。这项数据要想彻底恢复，连我都至少需要3个月。那是你，换做我，只需要30秒。怎么可能？你用的什么代码？这数据居然真的恢复了！年年，你现在知道后悔了吧？实话告诉你，沈墨的能力远不止这些。我说过，在航天领域，全世界没有任何人比得上他。不可能，他明明就只是个普通的工程师啊！程雪，卫星数据已经修复了，我植入的代码可以修复漏洞，等修复完成，卫星就可以恢复正常了。师哥，还得是你出手，不像某些人跳梁小丑。自动修补，这是科研院最新的数据算法，怎么可能？准确的说，是多系统数据算法，里面植入了气象、导航、遥感等基础数据代码，是目前最高效的算法。哥，这种算法很厉害吗？我怎么听都没听过呀？你怎么可能听说过？这个算法是科研院最新的一代算法，而这个算法的创始人就是沈老的孙子，也是科研院唯一一位特聘顾问。你说什么？沈墨
是沈老的孙子。沈墨怎么可能会是沈老的孙子？林念，你可真够蠢的。沈老姓沈，沈墨也姓沈，这难道不足以说明问题吗？我跟他结婚那么多年，他是沈老的孙子，我会不知道？那是因为你不配。你想知道为什么沈墨会把北辰1号任务项目给你？他原本是想打算发射任务完成后，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带你回家见沈爷爷。只可惜一手好牌被你打得稀烂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沈墨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真是沈老的孙子？如果我说我是，你会不会后悔跟我离婚？你别信他，沈老的孙子可是科研院的顾问，是国内科研的顶级专家。你看看沈墨，这浑身上下哪一点像一个专家顾问？如果他不是科研院的特聘顾问，怎么会精通科研院的数据算法？那还用想，肯定是他抄的呗。我觉得他也是抄袭的，毕竟我跟他结婚7年，他可从没告诉我他爷是沈老。沈墨，你知不知道这项算法是科研院的一项专利，而且从未公开过。如果你不是科研院的人，你现在已经涉嫌侵权了。我侵权？没错，你擅自使用科研院的数据算法，你会坐牢的。沈墨，我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，弄了半天，原来你是抄袭了别人的代码。待会儿等沈老和他孙子到了，我看你拿什么解释？是吗？你们这么一说，我倒真想知道。等一会儿我会是什么下场？果然是一群蠢货。我师哥是用了科研院的算法没错，但谁跟你们说他是抄袭的了？他不是抄袭的，难道还是他自己的？当然，难道你们看不出来吗？这个代码里面包含了摇杆、通信、气响等多项系统。试问，科研院的算法有这么高级吗？程总的意思是，这个代码是沈墨现写出来的？没错，这个算法的代码就是师哥现写出来的。师哥，这份大礼呢，我就先谢谢了。程总还现写？照您这么说，那他真的就是科研院的顾问了？要不然他哪来这么大的牌？他要是科研院的顾问，我还科研院的院长呢。他沈墨啊，充其量就是个小工程师。他要真是沈老的孙子，还犯得着在星河荣耀混天度整整5年？快看，沈老来了！老师，什么呀？聊什么呢？这么热闹？老师，是这样的，现在星玄科技的卫星数据出现了问题，有人用科研院的顶级算法来进行解决。我们现在怀疑他已经涉嫌侵权了。啊？没错，沈老可不能轻易放过他呀！抄袭代码已经涉及侵权了。还有这种事？科研院的算法都是有专利的，居然还敢明目张胆的使用，是谁？是我。哦，呵呵，他们说你抄袭代码，还涉嫌侵权呢。我用自己研发的算法融入到新的代码里，这个不应该算侵权吧？师伯，你还敢狡辩？还你自创的算法？我哥都说了，这门算法是属于科研院的。没错，现在沈老都站在你面前了，你该不会还想说你是沈老的孙子吧？沈墨，你能不能要点脸啊？说谁不要脸呢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就是林念啊。沈老，您知道我？本来是不知道的，一个小小的星河荣耀也不值得我去关注。不过几天前的新闻发布会，你们倒是出尽了风头嘛。还有你沈墨，我让你主持这个项目会，你怎么把他们这些人也放进来了？这么重要的场合，他们有资格参加吗？什么情况？沈老竟然让沈墨主持这次项目会，那刚才沈墨说他是这次重点项目的负责人，
难道是真的？不可能！有些人就是赖着不走，我也没办法。爷爷，要不然您老亲自赶他们出去。爷爷，沈老，沈墨他真的是您的孙子？这2个国家级的重点项目，我都交给沈墨了。你说他是不是我孙子啊？这怎么可能？沈墨怎么可能是沈老的孙子？是科研院的特聘顾问。沈墨，原航天局总工程师，航天局的特聘专家，从天宫4号项目到北辰1号项目，所有的核心技术都出自他手，国内航天领域的顶尖人才。沈墨排第2，没人敢排第1。我说过，在航天领域，全世界没有任何人比得上他。沈墨，我们结婚7年，你为什么要一直瞒着我？云念，你说这种话不觉得很可笑？明明是一直以来我说什么你都不相信，明明是一直以来我说什么你都不相信，现在反过来是我瞒着你。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，沈老就是你的爷爷呢？我是不是他的孙子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林念，咱们2个从始至终都不是一个高度的人。可是，够了！这里不是你们吵架的场合，要吵，等项目会结束以后再吵。来人，把他们俩赶出去！从今往后，行业内我不想再看到星河荣耀这家公司。沈墨，快让他们放了我，我还有话要跟你讲。哥，你快求求沈老，帮我们一把吧。周耀成，这个人是你的弟弟。老师，我弟弟他年纪小不懂事，但能力上也有很多的缺陷。你放心，回去我一定好好教育他。北辰1号是国家级的重要项目，他随意篡改数据，这是能力不足的问题吗？是我。还有你，北辰1号项目发射失败，你凑什么热闹？沈爷爷，他可不只是凑热闹那么简单。我已经查清楚了，他之所以收购北辰1号项目，是为了北辰1号的元数据。周耀成，谁给你的胆子？老师，我以为这个就是一份普通的发射数据。我看你真是找死！你弟弟篡改数据，你们真不愧是2兄弟呀！行吧，那我就让你们把牢底坐穿。不，老师，你帮帮我！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一份机密，我以为它就是一份普通的代码。老师不要，快走！老师，你帮帮我！老师，不要！老师，你帮帮我！老师，真没想到，我沈文祥怎能教出这样的学生？亏得我还想留一个项目给他。爷爷，您就别难过了，咱们聊点正事吧。之前您说的2个项目我已经敲定了，1号项目我准备给星泉科技，2号项目我准备和多家公司合作。这个呢是我确认的名单，您觉得没问题的话就签个字。师哥，没想到你早就想到我了，够义气。那我先去跟进项目了。这几个公司底子不错，既然你看好了，就没有问题了。那我现在就宣布科研院的这2个项目的归属。2个项目既然已经敲定了，那就尽快开工。还有，你以后也不能够成天想着工作，你自己的终身大事也要提到日程上来。我看楠楠这个姑娘就挺不错的。爷，我才刚离婚。这个我不管。明年的这个时候，我要是再看不到我的曾孙子，我就拿你试问。
我。张觉，你笑什么呀？我就不信了，你家里人没催过你？催了呀。那你怎么不着急啊？这不等你离婚的吗？怎么样？要不听沈爷爷的？考虑考虑吧。张觉，您就别拿我打趣了。果然是个榆木脑袋，难怪连明念那个女的都不喜欢你。算了，跟你说正事吧。周子谦篡改数据的证据我已经找到了，不出意外，牢底坐穿，他哥也跑不了。但是林念应该没什么责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星河荣耀的总裁，和航天局签过项目书，有权利修改数据。况且他太笨了，他根本就没有发现你写的发射数据是机密。可惜了。不可惜啊，这次的事情之后，他的星河荣耀马上就破产了，而且会背一身债务，只会比坐牢更惨。不管他是什么结果，都是他咎由自取。走吧，咱们呢去一趟星玄科技，和程雪对接一下项目。好。卫星电源正常，姿态稳定，准备对接。对接口无异常，启动主发动机预冷程序，开始对接。对接成功！成功了，师哥，我们成功了！沈墨，恭喜你，终于完成了星辰号空间站对接任务。程总工，关于本次星辰号空间站对接任务圆满成功，您认为谁的功劳最大呢？您又最想感谢谁呢？本次空间站对接任务是星泉科技作为主开发，由我担任总负责人。我认为参与此次项目的每一位朋友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但是我最想感谢的是一位和此次项目毫无相关的人。沈墨，你想想，沈墨，我找你2年，你为什么要躲着我？你为什么要躲着我？宁念，这是我们星玄科技的新闻发布会，请你出去。别碰我！沈墨，你为什么一直不肯见我？李小姐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2年前我们已经离婚了。现在你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不，我根本就没有同意要跟你离婚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一定都改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我们复婚好不好？你看，我今天特意穿了当年我们结婚的时候那套婚服。你说过，你最喜欢这件衣服的。这什么情况啊？星河荣耀不是已经倒闭2年了吗？这个林念怎么还有脸来找沈总工复婚呢？估计是后悔了吧。想当初北辰1号项目还是沈总工给星河荣耀的，结果这个女的不但纵容那个周子谦删了数据，还让沈总工净身出户，真是活该。林念，我再说一遍，之间没有关系了。
可你以前不是最爱我、最在乎我吗？你为了我，甚至可以放弃航天局的工作，在星河荣耀默默守护我5年。况且你都已经2年都没有结婚了，你一定是在等我的，对不对？我也够了，你说的那是以前。想当初我为了你不顾一切的放弃了事业，你呢？你对我又做了什么？老婆，我买了你最爱吃的生煎，记得趁热吃。我已经吃过了，以后别把心思花在这种事情上，多做点项目比什么都强。太好了，数据调试成功了，我们距离任务又近了一步。大家都休息休息，今晚我请客，给大家庆功。沈墨，你就别去了，北辰1号基础数据还不够完善，你今晚加个班。7年的婚姻，在你眼里连个工具人都不是。林念，是时候该结束了。沈墨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已经反思了整整2年了，我会改的。你给我个机会好不好？我们重新在一起。你别碰我！行。林念，这里是新闻发布会，不是你撒泼打滚的地方。我警告你，赶紧离开。子楠，是你，一定是你！沈墨，你早就跟他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如果不是他，你不会跟我离婚，对不对？林念，你以为我会跟你一样是吗？明明和沈墨结婚，还和周子谦不清不楚。说别人之前，先看看自己。你不是真的想跟沈墨复关，而是你知道现在的沈墨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。你胡说！一定是你这个贱人，是你害得沈墨跟我离婚。你再这么胡闹下去，你信不信我让你和周子谦一样，下辈子都在牢里度过？沈墨，你打我！你又怎么样？你给我记住，我沈墨欠你的。来人，把他给我丢出去！沈墨！抱歉啊，各位，在发布会的过程当中发生了这种不太愉快的插曲，非常抱歉。接下来发布会继续。沈总工，刚才您前妻也说了，自从2年前你跟他离婚之后，一直没有再婚。您为国家科研事业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，大家对你的个人婚姻状况很感兴趣。请问您打算什么时候再婚呢？其实刚刚我是想回答这个问题。刚才我说了，我特别想感谢一个人，虽然这个人和此次项目没有关联，但是在这2年里，他一直默默陪在我身边，给予我无限的帮助和支持。沈总工，你说的这个人，我们认识吗？当然认识了。我呢，也想借着这次发布会，正式的向他求婚。楠楠，你愿意嫁给我？不会吧，居然真的是张局！我之前听到一个八卦，说沈墨当初和林念结婚，张局一直未婚，就是在等沈墨。没想到，终于等到这一天。我愿意。